网恋男友每隔几天就会失联一阵子。他说他自己是恐怖游戏里的大 boss， 要去副本上班，去副本里当怪物。这么扯的理由傻子才信。直到后来，女孩被选中进入恐怖游戏，没有变态的大 boss 将她压在身下。宝宝，现在信了吗？此时房间里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孩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给她的网恋男友发送了一条短信：我快死了，能不能见你一面？消息发出3秒后，手机显示枫叶来电：宝宝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人，没法去见你。枫叶低沉的声音仿佛就在她耳边低语：不过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。病痛带来的疲惫和困倦让楚晴眼皮沉重，迷迷糊糊中她听到了一阵飘渺的旋律，身体被一股强烈的吸力拉着下坠，意识消失前，虚无中出现一只冰凉苍白的手，从背后轻柔地抚上她的脖颈。宝宝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。随着意识逐渐恢复，一阵冰冷的系统音响起，欢迎玩家楚晴进入恐怖游戏，当前副本恋爱忌日，单人生存模式，通关条件维持7天的恋爱关系。2. 杀死你的恋爱对象。3. 让恋爱对象爱上你并心甘情愿为你献上心脏。再次睁开眼，楚晴看着方圆10里唯一的古堡建筑和惊恐的人群，估摸着这就是他们要去约会的地点和其他的玩家。就在他整理思绪的时候，身边的黑发青年突然侧身道：我叫征程，作为老玩家，我待会儿会给你们一些提示，至于能不能活着通关还得看你们自己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这是你的任务吗？算是吧，这也是为了保证新人存活率。征程低头看了眼手表，带他们穿过古堡大厅，来到一扇铺满鲜红玫瑰的大门前。嘎吱，征程推开大门，瞬间一股浓稠的血腥味混着玫瑰香气扑面而来。硕大的水晶吊灯下，7张餐桌整齐排列，餐位上有男有女，7人无一例外皆是背对着他们。楚晴走向写着自己名字的餐桌，待他坐下后，背对着他的恋人缓缓转过头来，那是一个面容惨白的年轻男人。在看到他后，男人嘴角的笑意一直咧到耳根，露出一排鲨鱼般的尖牙。你终于来了。楚晴看了眼其他玩家的恋人，长得都跟他的恋人一样别致，毫无疑问，这些恋人全都不是人。待玩家全部落座后，侍者端上餐点，看着餐盘里蠕动的肉排和血红粘稠的浓汤，楚晴觉得自己也不是很饿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吃？男人空洞的眼珠不规则的乱转，这可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。楚晴拿起刀叉，强忍着恶心切下一块肉排塞到男人嘴边。吃啊，美味就是应该跟恋人分享。男人嘴角咧开，裹在西装里的身体突然膨胀数倍，喉咙里挤出沙哑的嘶吼：你的肉一定更美味。楚晴眯起眼睛，正琢磨是殊死一搏还是直接跑的时候，突然传来嘎吱的开门声。只见一身姿挺拔、模样俊美到腰翼的男人站在门口，近乎透明的苍白皮肤在昏暗灯光下泛着冷光。打扰各位用餐了，我来找我的爱人。男人的目光落在楚晴身上，瞳孔骤然闪过一抹妖异的猩红。楚晴对上男人的眼睛，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，这人为何让她感觉如此熟悉？男人径直走到楚晴身边，修长的手指搭在她的椅背上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恋人了，想跟我约会的话你得排队。谁知那怪物活像见了鬼一样，肉须瞬间萎缩，眨眼间就缩水成一张皱皱巴巴的人皮摊在座位上。男人优雅地拨开人皮，在他对面坐下。现在你的爱人是我。完了，被盯上了。看着对面俊美无愁的男人，楚晴大脑飞速运转，他刚刚到底做了什么，竟然触发了换恋人机制？难道是因为他把肉塞进了怪物的嘴里？宝宝，你心跳得好快，我也很开心。男人微微垂眸，冷白的耳间浮现一抹克制的粉色。我这像是开心的吗？分明是被你吓的。然而下一秒，楚晴的目光就被旁边墙壁上的景象所吸引，待看清楚后，心跳得更厉害了。花白的墙上映照出他们两人的影子，男人的影子上长着无数细长类似藤蔓的东西，正疯狂地缠绕着他的影子，有一根影藤甚至在他的唇上嘬了好几下。楚晴下意识抿紧嘴唇，慌乱间对上男人投来的目光。宝宝，这些食物看起来实在不怎么样，不如我亲自为你烹制一份爱心晚餐如何？楚晴刚想开口，又怕影藤钻进嘴里，只得闭嘴使劲摇头。他现在一点胃口都没有，谁知道他又会做什么可怕的食物端上来？这时一旁的男人忽然开口：不要拒绝恋人的爱意，会让他不高兴的。这个征程先前还旁观一言不发，这会儿竟然这么明目张胆地提醒他，有猫腻。不过这倒是提醒了他，正好可以趁机支开对面的男人，暂时解救他的影子。楚晴略一思索，抬手虚掩自己的嘴唇，礼貌开口：那就麻烦这位先生了，我叫恶流西斯。男人唇角噙着笑，声音温柔到近乎甜腻：你也可以叫我宝宝，乖乖老公，而且宝宝一点也不麻烦，我很乐意喂饱宝宝。男人起身走到楚晴身旁，在她头顶亲了一下，冰冷柔软的触感让楚晴有些发愣，慢半拍的摸上刚被亲了的头顶，她不干净了，她连男友的手都没拉过，竟然就被男鬼给亲了。被男诡异基于美色，楚晴表示很慌。其他玩家看到这一幕人都妈了，他们也要跟自己的恋人这样亲密接触吗？这怎么下得去嘴啊？殊不知他们对面的恋人此刻也很慌，美鬼告诉他们 boss 会来新人副本啊，他们这位大 boss 可是出了名的人鬼不分，看谁不顺眼就杀谁的主啊。餐厅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人鬼都在心里无声哀嚎。与此同时，凌乱的后厨影藤漫天飞舞，灶火跳动，照出恶流西斯半明半暗的侧脸，优雅癫狂在他的脸上达到一种诡异的平衡。不行，还不行，这样会吓到宝宝。恶流西斯自言自语般呢喃，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与病态的克制。几分钟后，恶流西斯亲自端着餐盘回来，献宝一样摆在楚晴面前。宝宝，等急了吧？我第一次给人做饭，尝尝看。恶流西斯一脸期待地望着他。楚晴看着餐盘里的食物，表情呆了呆，没有想象中的可怕食物，只有摆盘精致的普通牛排。但是楚晴还是不敢吃，见他迟迟
迟没有动作。厄流西斯仿佛明白了什么一样，他拿起刀叉，把牛排切成一小块喂到楚晴嘴边。宝宝啊！楚晴避无可避，将叉子往厄流西斯嘴边推去。你做的，当然要你先吃了。厄流西斯眸光悠悠，墙上的影藤舞得更欢腾了。宝宝亲自喂我，我真高兴。他张嘴吃下那块牛排，优雅地咀嚼着，仿佛真的在品尝什么美味佳肴。看他吃的那么香，楚晴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2声。饿了吧？快吃！厄流西斯立马把肉块递到他嘴边。死就死吧！楚晴硬着头皮一口咬了下去，像是吞药片一样囫囵咽了下去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压根没尝出味道的楚晴连连点头，非常好吃，这是我吃过的全世界最好吃的牛排。厄流西斯笑了起来，墙上的影藤花枝乱颤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不够我再去做。楚晴忙按下他的手阻止道：够了，够了！餐厅的灯光忽然闪烁起来，楚晴下意识看向对面的厄流西斯，男人被楚晴抓着的手青筋疯狂跳动，像是在极力克制要把他拆吞入腹的本能冲动。楚晴怯怯地把手缩回去，想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可手却在半空被一只大手截住，彻骨的冰寒透过皮肤渗入心底。厄流西斯将2人食指扣在一起，楚晴不敢反抗，生怕激怒眼前这个情绪不稳定的疯鬼。手被拉着应该就可以不用吃东西了吧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可下一秒，一条布满倒刺的紫色藤蔓爬上餐桌，卷起餐刀将牛排切割成小块，然后默默退场。厄流西斯非常执着地要把它喂饱。晚餐在诡异的气氛中结束，桌上的食物被吃得一口不剩。厄流西斯十分贴心地给楚晴擦嘴角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回房休息了。虽然身体的病痛消失，但楚晴的体力终归还是不如常人，他心里松了口气，终于挺过了第一天的约会。我送你回房间。楚晴落下的心再次悬了起来，大意了，看来今晚的危机还没有解除。走到房间门口，楚晴站定道：我到了。潜台词是你可以滚了。厄流西斯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，突然轻身靠近，按在楚晴身侧的门上，睫毛垂落，像鸦羽般投下阴影，猩红的眼瞳在昏暗的光线下流转着蛊惑的光泽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冰冷的呼吸喷洒在他耳畔，楚晴心跳得跟打鼓一样。尽管明知这个男人是非常危险的诡异，可他的目光却还是不受控制地落在他的薄唇上，像是浸过毒液的玫瑰花瓣，明知触碰会死，却忍不住想要靠近。楚晴屏住呼吸，眼睫轻颤。下一秒，厄流西斯压着他的肩膀轻声吻了下来，唇上冰冷的寒意冻得他舌尖发麻，却又带着令人战栗的禁忌刺激感。楚晴呼吸一滞，这只男鬼在亲他，为什么？难道是在品尝食物的味道吗？楚晴看到对面墙壁上男人的影子，无数影藤从他的背后升起，快速编织成笼子的形状，将2人的影子囚在其中。楚晴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逃不掉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厄流西斯终于放过了他。楚晴大脑一片空白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刚刚他真的以为自己会被吃掉。厄流西斯轻舔嘴唇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楚晴好似听到他在说你很美味，他害怕极了。比起被男鬼夺走初吻，他现在更怕被吃掉。别怕宝宝，我们慢慢来。楚晴浑身发毛，逃也似的躲回了房间。还好厄流西斯没跟进来。门外，厄流西斯还站在门口，像座雕像一样，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，良久又收了回去。慢慢来，不能吓到宝宝，会被讨厌的。房间里，楚晴试图找到有用的线索，杀掉厄流西斯。按照今天的形势发展下去，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被吃掉了。找了一圈，并未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他想到征程，对于游戏他更有经验，说不定能给他一些提示。楚晴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，贴着墙壁移动到征程的房间。他透过门缝往里面看时，正对上一只瞪大的眼睛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眼睛的主人正是征程，快点回去，别到处乱晃。楚晴忙说明来意，那只男鬼盯上我了，我必须杀了他。你能告诉我杀掉他的办法吗？你要杀他？征程表情古怪，我劝你听话一点，他是杀不死的。通关条件之一就是杀死恋人，既然有这个设定，肯定有办法杀掉的。征程笑得有点无奈，他不一样，别想着跟他作对，乖一点，你兴许还能活得更久。楚晴不明白，恋人都能被杀死，他的怎么就不行？他还想问厄流西斯到底哪里不一样，征程却像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般，突然把门给关上了。楚晴忙往身后看去，身后并没有人，但下方的楼梯处却亮着微弱的烛光，烛光跳动在墙壁上，投下扭曲的影子。有人上来了，不对，是鬼来了。他屏住呼吸摸回了自己房间，将门反锁并拉上门链，哒哒哒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在厄流西斯即将走到他房间门口的时候，对面房间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个女生脸色惨白的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在距离他半米的位置扑通跪倒在地。我的肚子里有东西在动，既然可以换恋人，那你来当我的恋人吧，求你帮帮我。女生痛苦地捂着肚子，下一秒她的肚子竟肉眼可见的变大了，被女生挡住去路。厄流西斯有些不耐烦。就在这时，对面女生的房间里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正是女生的恋人。男人跑到厄流西斯面前深深鞠了一躬，然后拖着绝望哭喊的女生重新回了房间，砰地关上房门。走廊里重归安静。厄流西斯举着烛台，跳动的烛光映着他半张脸，一半俊美无双，一半诡异可怖。宝宝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把门打开。厄流西斯的声音温柔的让人毛骨悚然。开门可能会死，不开门激怒他也可能会死。楚晴后退2步跑到床上，掀开被子安详的睡觉。敲门声没再继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久到楚晴以为他已经离开，想从被子里钻出来透口气时，安静的房间里响起一阵熟悉的音乐旋律。宝宝，你的睡眠一直不太好，我给你放安眠曲好不好？楚晴没有回应，继续装睡。床侧凹陷下去，一只冰冷的手搭上了他的脑袋。楚晴藏在被子里的手紧紧攥着餐刀。宝宝，晚安好梦。厄流西斯阴冷的声音近在咫尺，低语声像毒蛇缠绕上他的耳膜。突然冰冷的触感消失，楚晴小心翼翼地眯起眼睛，房间里早已不见厄流西斯的身影。楚晴茫然地看向摆放在床头柜子上的音乐盒，他难道是专门来给自己放音乐的吗？近月来他深受病痛折磨，晚上根本难以入睡，可给他放安魂曲，他怎么可能睡得着啊？等等，这个旋律最近似乎在哪里听过。楚晴思来想去，竟沉沉睡了过去。今晚他难得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跟枫叶在一个虚拟恐怖游戏里认识，枫叶帮他从鬼怪手中逃生，后来2人就加了好友一起玩游戏。虽然没见过面，但却让楚晴心里莫名产生悸动。后来2人就谈起了恋爱。
虽然从未见面，但楚晴感觉他似乎一直在注视着他。这种全方位的窥视，让他从一开始的甜蜜逐渐转变为不安，却又感到一种扭曲的安全感。甚至在枫叶说出他不是人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太过震惊。哪怕是现在，他也能感受到被那危险的目光紧紧缠绕。微光透过纱帘照进来，楚晴从床上坐起，丝绸睡衣从肩头滑落，露出锁骨处的浅浅红痕。楚晴意识到什么，忙跑去卫生间，对着镜子查看自己的身体，脖子上果然有一道浅浅的红痕，一看就是被勒出来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发现自己的身体各处都有类似划痕的印记，看上去像是一不小心刮到的。楚晴不由想到厄流西斯，昨晚他趁自己睡着，肯定是准备做些什么，可是为什么没有吃掉它？难道还不是时候？带着疑问，楚晴回到房间，准备换上自己的衣服去找征程问些情况。他必须得抢在厄流西斯吃掉他之前先杀掉他。他在房间里找了一圈，最后在床底找到被画成一条一条的衣服。宝宝，新的衣服我给你拿来了。厄流西斯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。楚晴打开门，厄流西斯耳尖通红，手里拿着一套红色礼裙，脸上带着一丝愧疚和讨好。宝宝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楚晴拿过衣服关门回房。厄流西斯给他的红色礼裙很贴身，刚刚好是他的尺码。想到他是怎么知道他的尺寸，楚晴就一阵羞恼，早晚杀了他。穿好衣服打开房门，除了他之外的4名玩家聚在昨晚被恋人袭击的女生门口。看到楚晴出现，几人的目光全都朝他投来。楚晴一袭过西红裙，领口恰到好处地露出她纤细的脖颈和分明的锁骨。厄流西斯的目光像是被粘住了一样，红眸中翻涌着危险的暗流。他伸手撩起她的发丝，眼神近乎痴迷。宝宝，你真美。楚晴对男鬼的情话表示免疫。经过昨晚还有今早的发现，楚晴得出一个结论，只要不触发死亡机制，这些恋人并不会随意杀人。怎么都不进去？门上了锁吗？楚晴打开对面女生的房门，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厄流西斯拿出手帕遮住她的鼻子，揽住她的腰，将她往后带，别靠太近，很脏。说着，单膝跪在地上脱下了她沾血的鞋子，随后不知从哪儿拿出了干净的新鞋子为她穿上。楚晴收回脚，淡定的模样让其他人都觉得她不是新人玩家，但只有楚晴自己知道她现在到底有多慌。这男鬼真的不对劲，正常诡异真的会做这种事吗？厄流西斯站起身凑近她身边，冰冷的呼吸不断刺激着她的耳垂。宝宝，你心跳又变快了。楚晴心跳如打鼓，她明明掩饰得很好，她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昨晚吃饭的时候也是，她怎么这么在意她的心跳？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串联起来？楚晴看着手腕上的手表，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个凭空出现在他们手腕上的手表不仅仅是能看时间，还能记录他们的心跳频率。几秒前楚晴手表上的数字还是118，现在冷静下来则变成了90，其他人手表上的数字都是80到110之间。楚晴打开房门，从死去的女生手腕上取下手表，调出了记录的最高心跳频率156，超高的数值，说明她死前处于极度惊恐的状态。但是单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心跳会触发死亡机制。楚晴仔细回想昨晚看到的一切，女生是在向厄流西斯求助后才被突然出现的恋人拖回房间的，该不会跟他有关吧？察觉到楚晴投来怀疑的目光，厄流西斯立马解释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，我昨晚可没让他碰我一根汗毛。宝宝，我只喜欢你，只忠于你一个人，你要相信我。”楚晴猛一抬头，她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恋爱最忌讳的就是背叛，女生很可能是因为要交换恋人的行为被判定为背叛，从而触发死亡机制。楚晴拉过床单盖在他的尸体上，让逝者安息。今天是约会的第2天，除了厄流西斯以外，其他人的恋人都没有出现，这倒给了他们探索线索的时间。但有厄流西斯在他身边，其他玩家都绕着他走，他只能自己去寻找线索。宝宝，他们都没恋人陪，但你有我，我们2个继续约会吧。楚晴只管闷头找线索，一个字都不敢回。厄流西斯突然拉住楚晴的手腕，宝宝，你对我很冷漠，你不喜欢我了吗？楚晴小心回应，我在找东西，你帮不了我。厄流西斯坚持道，告诉我，说不定我真的可以帮你呢。楚晴灵机一动，摸着自己的脖子故作可怜道，昨晚有东西袭击我，你能帮我找到它吗？此话一出，墙上的影藤明显颤了下，然后慢慢缩了回去。厄流西斯撇开眼睛，晚上我可以保护你，其他东西都不敢轻易靠近的。楚晴内心呵呵，他这样都是因为谁啊？他心里难道就没点一丝数吗？不对，他压根就没有心。等等，心脏！楚晴猛地想到什么，拽过旁边粘过来的厄流西斯，侧头靠了过去，看着靠在自己胸前的楚晴，厄流西斯小心翼翼地伸手抱住，却被一把推开了。楚晴压抑住内心的激动，他终于找到了通关的关键。